现在是4月天，这只黄长角蜂的雌蜂每天都在为巢里的大小事奔波。除了不停用木头纤维扩增蜂巢外，它还有一窝嗷嗷待哺的幼虫要养，所以每天都得外出狩猎。长角蜂猎捕的对象是毛毛虫，而且效率很高。只要发现它们在树丛枝叶间穿梭活动，不久就会有一只倒霉的飞虫被逮到，而且立刻就被生吞活剥了。其实生吞活剥只对了一半，活剥是真的，生吞倒没有。因为长角蜂猎捕到的虫都是要带回家给幼虫宝宝吃的。成蜂反而不吃肉，而是以植物的花蜜和枝叶为食，想不到吧？猎捕到虫后，它们还会马上料理猎物，不过都不会在第一现场处理，所以这个料理现场其实已经是第2现场，甚至是第3现场喽。他们料理猎物很简单，就是去无纯精。这一坨黑黑的显然是虫的便便，当然不要。接着这一坨绿绿的，应该是虫刚吃进肚子里的植物组织，也不要。最后再把剩下的虫肉精华嚼成一团肉丸，就可以回家了。你看这只禾长角蜂也在做同样的事情，把虫肉里的绿色组织咬掉。这只黄长角蜂已经把虫便便和植物组织都处理掉，开始制作肉丸了。长角蜂猎捕的毛毛虫大多为蛾类、蝶类或叶蜂的幼虫，但也不是什么虫都来者不拒。像对多毛又有刺的毒蛾和枯叶蛾幼虫，它们就兴趣缺缺了。不过根据估计，一窝的黄长角蜂每年竟然可以捕获4000只的毛毛虫。不过这样好像还不到4000只哦，麻烦再努力一点。雌蜂叼着新鲜肉丸回到家后，不会立刻就拿给幼虫吃，而是继续料理，把肉丸嚼得更细更碎，唯恐宝宝吞不下去似的。总之，不管是哪种长角蜂，在喂食宝宝之前都嚼了非常久。这是禾长角蜂嚼了约5分钟。这只日本长角蜂更夸张，嚼了超过10分钟。嚼了不止几分钟后，这只黄长角蜂的雌蜂终于要开始喂宝宝了。注意看，雌蜂每到一个巢室，就会先把2根触角伸进去探寻，然后才决定这个巢室的宝宝需不需要喂食，可不是随机或随便喂呢。禾长角蜂的巢室因为筑得比较深，所以雌蜂得把自己整只塞进去，才喂得到宝宝。日本长角蜂的巢室就很浅，所以在巢室洞口就能喂食。不过才喂没几口，它竟然又开始嚼。哦哦，白忙一场。
回到这只黄长角蜂，它的肉丸已喂完，随即开始为抓肉的前肢做彻底的梳洗。不过一梳洗完，竟然又一头钻进巢室，这是在做什么呢？原来是雌蜂回过头来向幼虫索食。因为成蜂虽不易吸收肉丸里所富含的蛋白质，却可以透过幼虫反刍出含糖和高氨基酸的液体，让成蜂也能吸收，进行所谓的交换液体食物。马上换到这巢双斑长角蜂，能观察得更清楚哦。而且成蜂之间也经常这么做。事实上，在蜂类或蚂蚁这类型群体生活的社会性昆虫中，这种互相交换液体的行为可是极为常见的哟。